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一轮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要带您来谈一下，就是美伊开战因为到目前其实还没打完，甚至火有越烧越大好，我们看到最新以色列又在斩首了，他暗杀的是川普幕后的黑手，也就是伊朗的情报部长被他们歼灭了好，那就看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宣布他们空袭德黑兰，那也歼灭了伊朗情报及安全部长哈蒂博。好，那伊朗的总统也证实了这件事情。好，那您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在昨天发生的事件之外其实在前一天也包含的是拉尼贾尼还有民兵组织领袖苏雷曼尼这两个人也被以色列歼灭了好，所以呢，现在以色列的防长好像很开心他说所有伊朗人都是打击目标。他说以军现在强度正在增加当中，所以他把所有的伊朗人都当作了打击的目标。好，那当然现在伊朗也发起了真实承诺4第63轮的行动，来报复能源的基础设施遇袭。好，我们也带大家来看这个是针对了地区内跟美国相关的石油还有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飞弹袭击。那目标就包含位在中东多处的美军基地。好，那现在说这战争好像进入到新阶段因为伊朗反击焚毁了跟美国相关石油的设施。好，这是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发声明说，这次的报复行动就在打击美国利益相关跟拥有美方股份的能源设施。好，原本不愿将战场扩大到能源领域，那也不希望波及邻国，但是敌方挑衅导致战争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刚刚他有讲说嘛，他报复了是能源基础设施，那也包含了有油气、天然气等等的好，那伊朗现在也亮出一个新的武器那这是伊朗的军方这边说的，德黑兰在与美国跟以色列冲突当中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了过去从未动用的一些新型武器。好，那这些新型武器已经产生了明显效果，那也强调伊朗仍然保有更多尚未动用的一些军事手段。好，你可以看到这是相关的画面。好，那但是最近伊朗就早就用过类似的武器那这个武器虽然有之前的这个尼什，那现在叫做哈吉卡尔飞弹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固态的部分所以呢大家就说这算是一个新的方式在进行攻击。那目前使用的频率规模其实已经有在逐渐上升的趋势。好，那刚才讲到了，现在伊朗的油田也被炸嘛，所以他们当然是要以牙还牙好，那这恐怕也会造成全球更加的动荡。先看到伊朗官媒说他们在18号的时候被以色列袭击了他们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的设施。好，那伊朗总统也有特别讲说美国跟以色列袭击了他们的能源设施。好，那你可以看到相关画面真的是引发了非常大的火势。好，那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伊斯兰议会的议长，那有特别讲说，敌人攻击他们的基础设施的做法无疑就是一种自杀。好，伊朗已经确定要用以牙还牙的原则，所以冲突的新阶段已经开始。好，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特别讲过嘛那当然就是伊朗如果真的也被袭击了他们所谓的能源设施的话，绝对会报复尤其波湾国家大家都有油田或者是气田那这样子互相攻击恐怕就会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好，但是呢现在在以色列袭击了伊朗油气设施之后，其实以色列很多媒体都说这是美方认可的好，那川普当然就赶快说我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卡达也没有以任何形式来参与袭击。但大家就不知道川普到底是甩锅还是说真话因为川普常常会骗人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讯息是参考而已。但是现在美国跟以色列好像认为斩首行动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吗拉尼贾尼还有最新的就是哈蒂博通通都被以色列给暗杀了。好，那现在呢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发声明他说杀害拉尼贾尼的凶手一定会付出代价。
那现在主导伊朗战时决策的拉尼贾尼已经死了嘛？那分析就说，其实他比哈米尼的死是更加的冲击，主要就是因为他是伊朗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那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爆发冲突以来他都是一个军事跟外交战略的关键制定者，那一直是以色列的主要攻击目标。好，所以呢，就有智库欧洲外交的关系协会伊朗问题的专家，他认为纳坦雅胡目前专注于的就是在封堵川普跟伊朗达成停火还有后续谈判的空间。那拉尼贾尼就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好，目前看起来以色列持续的在攻击他们一些高层，好，可能觉得这样子是有作用的，但有人认为会有一些反效果。看看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就讲他说你们美国跟以色列到现在都还是不懂，即使我们遭遇到斩首式的打击，但是我们的政治体系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坚实的结构，不会因为少了谁就垮掉。好，主要原因就是有分析认为其实伊朗的领导层他们有所谓的板凳深度。好，板凳就是一般球员嘛，会有替补球员这个实力跟数量。它其实这个板凳深度很深所以你把前面这个人打掉之后，后面其实还有人可以递补所以以色列永远无法把这个政府推到一个崩溃的边缘。好，那前以色列的情报官员他就说其实斩首是有一些局限性的。那伊朗在斩首行动之后能够找到替代者，所以他认为远远未及影响到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也是建议说不能把斩首作为唯一的策略。好，那目前看起来这场战事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同的转捩点，就是在攻打油田跟气田。好，那这当然代志更大条。我们先问邱毅委员。刚才一轮特别提到了一句话，这一次中东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问题是新的阶段竟然是一个失控的战争，它的可怕在于此。所以现在在国际投资界有一个名词叫做荷姆兹海峡的忧虑。战争进到了新阶段，新阶段失控了，所以荷姆兹海峡的忧虑出来了。荷姆兹海峡的忧虑就是刚才一轮提到的，大家本来有自行约束，不要去打别人的能源设施，不要打油田，不要打气田。我记得上一次以色列打伊朗的油田的时候，美国还出面阻止纳塔雅胡说不要打油田，万一引起国际油价的飙涨，对整个世界经济不好。可是现在进入了战争的新阶段，大家彼此相互的毁灭，都在打对方的油田、气田，要让对方受伤的更重，而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例如说，伊朗现在针对的是沙特阿拉伯，是阿联酋，是卡达尔，是巴林。他现在已经不管你们这些穆斯林的逊尼派，其实本来跟什叶派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彼此都是伊斯兰的信徒。那现在杀红眼了，现在不管了。那以色列呢？现在基本上大家有一句话说，川普现在管不住以色列，叫不动盟友，又打不赢伊朗。所以问题严重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整个战争才失控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刚才电视墙的第一段提到了，说为什么以色列的斩首行动把伊朗的情报部长，同时也兼安全部长给斩首了，给他套个罪名，说他就是刺杀川普凶手后面的黑手。川普在大选的时候2度被刺杀，美国的 FBI 联邦调查局从来没有调查出来有明确的证据说跟伊朗有关啊，那更不能随意指控他跟伊朗的情报部长有关啊，难道这也构成斩首的理由吗？好，那么拉里贾尼基本上
他是在伊朗的政教就政治跟宗教里面，他算是一个领头人物，而且这个人特别的沉稳，所以很多人去比喻他就是伊朗的诸葛亮，伊朗的诸葛武侯。拉里贾尼基本上他是伊朗的3个层次神权政治、革命卫队、政府与议会，它是这3层的结构里面，它是最有力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安定器、协调者。你现在把他给斩首了，把他给杀了，你对于整个中东战争的降温反而是负面的嘛？本来他是最适合能够跟美方谈好，双方休兵，双方停火，不要再寻求自求毁灭。但是现在他被斩首了，反而就引起了一连串的报复的行为，而且是疯狂的报复。对，我个人中东战争不知道怎么了了。我个人认为以色列可能是故意的哈，因为他想要把美军持续拖入这一场战争当中。将军怎么看？没有伊朗伊朗啊，他这个是算是对等的报复，但是却产生了不对等的代价，就是不对称。那变成伊朗会变成本小效高，那会有3个现象。第一个，美国跟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会比较大，因为他们去炸以色列，反正都是一些破房子，准备都更了。伊朗就是这个样啊，你看他的都是破旧的但是伊朗去打特拉维夫，去炸耶路撒冷，那都是高价的房子，甚至炸杜拜，我们知道炸杜拜那都是高价，那个是价值不菲，所费不赀啊。所以按照这个来看的话，这种不对称的代价，伊朗打久了，伊朗会占上风，因为伊朗反正我就是这个样，你炸吧，这都是崇山峻岭土堆，你炸吧。你就炸吧，反正怎么炸都是这个样，所以变成到最后面呢，美国也好，以色列所付出的代价会比较高，而且比如他们去炸伊朗油田，他们也炸美国在中东的油田，美国在中东的油田多，那伊朗的油田少，那你这样炸来炸去，你只要是炸伊朗的油田，伊朗马上炸这个油田，那这么多，那就我知道他们被炸的这方面所负担的风险跟代价太高了，我认为这个变成了不对称作战了。现在报复战已经到达了不对称作战的模式。第二个，时间拉长了，因为这样打下去时间会拉长，一拉长之后那伊朗是属于本土作战，反正这是我的家，我在这地方，但是以色列是穿透了1000多公里去炸伊朗，美国是将近了1万公里来对伊朗实施作战。那这样子的话，美国是属于远距作战的，以色列也属于远距作战的，但是伊朗它是在自己家打仗，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打仗的后勤的吨重性，美国负担会比较重。因为你打仗打后勤你没有火炮弹药重装备，那你怎么打？怎么发挥战力？怎么发挥火力？那就打下去之后这个时间一拉长对美国也好，对以色列也好，都会不利，而且。以色列是高度开发的国家，它每一栋大楼、每一个建筑，或者是它的这个半导体你不管是亚马逊，或者是 Google， 或者是雅虎，在那个以色列的都是非常高价，这都是算力中心，都逻辑中心。那这被打掉，那伊朗你炸的话都是一般的。所以这样时间拖长之后，对以色列跟美国来看，包袱也会过重。那第3个就是说战争的忍受度，伊朗的战争的忍受度比较高，反正。他侵略战争呢，他跟伊拉克打过8年战争，2伊战争打了8年。那去年2025年12日战争，伊朗也是被以色列跟美国大举轰炸。那今年是2026年又在打，伊朗的比较耐打。那以色列用了一个比较不好的模式，就是加沙走廊把那个巴勒斯坦人杀了7万多人。那伊朗看，那如果向以色列屈服，那也会变成加沙走廊第2所以伊朗的同仇敌忾性会比较高。那这样的话，以色列的所面临的压力，长久下来会比较大。好，何谦老师，是这个美以联军的行动，看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扮演让战事升级以及让行动扩大化的角色。那今天以色列的国防部长甘茨他就已经对外宣布说，他跟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已经共同授权以军，说你们可以合法的打击任何
伊朗的官员啊，就我们字幕上也说伊朗，其实是任何伊朗体制内的官员，你都可以去打击，不用再层层上报。那这就让过去24小时之内，伊朗就丧失了3名高官，除了刚刚讲到的拉林贾尼，然后到他的这个巴西民兵的指挥官啊苏莱曼尼，然后再到情报部长哈提布啊，就说他不断的丧失。可是呢，诚如这个伊朗外长对外宣称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争已经进行到现在20天啊，从2月28号到现在，看起来伊朗的整个高层的指挥体系并没有垮掉。那也有情报专家开始反思了，是不是美以过去用这种打击恐怖组织的方式来想伊朗？比如说我把宾拉登杀掉，然后基地组织大概就垮掉了；我把扎瓦希里杀掉，盖达组织大部分就垮掉了。但是伊朗这个政权它并不是一个恐怖组织，它经过1979年到现在经营了47年，快要50年的时间啊，这个它已经变成一个国家，它是附着在伊朗的整个9000万人口上面，然后建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政权体系。我们刚刚讲到革命卫队啊，就是它大概这个革命卫队光是本体精英部队大概就有15万人，它还有号称数百万人注册的这个巴斯基民兵体系，去控制着每个社会、村镇、乡镇的这个角落。此外，我们还有这个教士集团，那教士集团当然在下面都有清真寺，一直到村庄啊，然后有情报安全系统，有司法集团，然后还有这个国防军，等于说它是一个层层叠叠的犬牙交错。当然，他们这个不同系统之间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联系啊，人跟人的联系，还有钱的联系。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伊朗的政权就像他们讲的是一个马赛克式，或者是我们说蜂巢式的一个有大家分层授权，然后你每个地方大家守土有责，你就管好自己这个六角形，管好这个自己所控制的区域跟业务范围。就算上层的领导链打掉了，或者是这个指挥链有点不畅，你下面的人也要自己去做事情。那当然这一方面，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有助于伊朗它整个政权体系去跟美以的对抗，但为难的或者说风险点就在于说，这种分散，然后很多分层负责，大家各行其事的抵抗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会擦枪走火，使这个很多比如说像伊朗，他看到我的南斯帕尔奇田被打了，那我就要去报复，我就要去打沙特，我就要去打这个卡达尔或者是阿联酋的相关的油气的设施。那至于怎么打，用多大的当量的炸药去打到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时间发动，可能他们指挥链内部也有点混乱。那这会不会再造成美以甚至其他海湾周边国家也以军事的行动进一步的去报复啊？那我想这就是下一个阶段最大的风险点。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谈。我们刚刚说战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哦，那当然也包含哦，以伊朗这边说要用报复性的以牙还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伊朗它非但也攻击了卡塔，这个是全球最大天然气枢纽哦，遭殃哈，沙烏地跟阿联也都遭到这个攻击，所以我们带大家来看哦，因为中东的冲突不断升温哦，这战火扩大到了油气的生产设施，那在伊朗的天然气田哦，相关的设施也遭到攻击，那也扬言要对其他的国家来进行报复打击。好，所以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能源设施、油气设施遭到攻击哦。那你看到有沙国的这个萨姆雷夫炼油厂跟朱拜勒石化园区，那阿联酋哦，则是阿尔霍森天然气田哈，还有卡达的梅萨伊德石化园区，以及这个拉斯拉凡，然后该处有这个全球最大 LNG 的生产设施，那也占全球 LNG 供应量的20%。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哦，真的是要很紧张哈，因为哦这场战争真的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那《纽约时报》也特别讲说，卡达外交部在18号晚间就有谴责伊朗的攻击，那说已经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也是危险的升级，那甚至把区域推向了临界点，将未涉入这场危机的国家是拖入了冲突区。好，其实卡达外交部最该谴责的就是川普了哈，因为就他发动战争的。好，那伊朗对卡达能源的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攻击，国际的油价哇，你看再飙升到4.5%啊。好，那以色列千里奔袭哦。那以色列的空军最近是针对了伊朗北部的里海沿岸来发动攻击。好，那锁定的就是伊朗的海军舰艇，然后同时也攻击了伊朗海军总部
的建筑。当然就有相关的画面哦，哇，你可以看到火光隆隆。那以军指挥官说，这以色列已经将黎巴嫩边境部署兵力是增加了超过1倍，那也已经要求撤离在南部村庄中展开了搜索行动，那要清除的就是真主党的相关设施。而以色列呢，对于真主党黎巴嫩这边他们也有特别打击的，就是贝鲁特它是黎巴嫩的首都。那它在星期三的早上，画面上是这个贝鲁特市中心巴舒拉区的一栋居民大楼在以军发布警告之后，不久就遭到炸弹击中，而且可怕就是这整个建筑物，哇，是瞬间崩塌，化为瓦砾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画面真的相当的夸张好，那现在伊朗当然也有这个专注在美军的一些设施，包含的就是萨德。好，那大家就说是不是真的萨德神话是走下神坛了因为美军的8套已经有4套意外都遭到战损那反导网表现非常卓越，但是前线基地的残骸跟这个卫星影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现实。五角大厦说，伊朗掌握了固体的燃料导弹随打随停的能力，那也凸显出性能的无人机的集群技术。那美军一般传统就是一体化的反导战略其实被迫再重新进行评估。所以有分析人士说如果无法有效的降低拦截成本，而且解决低空防御的漏洞，美军在中东的关键军事资产一定会持续的暴露在毁灭性的打击威胁之下。好，那北约这边其实是有帮忙啦你看到他有在这个土耳其也就是印尼及利克空军基地部署了一套新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因为在数日之前有来自伊朗的第3枚弹道飞弹被击落好，土耳其的国防部有做这样子的声明。那我们也看到昨天讲到了，其实美国他们自己川普的盟友，也就是他自己的官员都辞职了，就是他美国的反恐中心主任现在要讲钱了肯特，他说就是以色列推动采取这项行动的决定。当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会引发一连串的事件，也就是伊朗会报复，所以你看到他讲说是以色列控制了美国。我们来听听他到底怎么讲。Who is in charge of our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Who's in charge of when we decide to go to war or not? In this case, with what the secretary described, and later on the president, later on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and the way the events played out, the Israelis drove the decision to take this action, which we knew would set off a series of events, meaning the Iranians would retaliate, which we knew would set off. 讲个比较揶揄的，有人说这个美国如果是爸爸的话，有人觉得伊朗就是爷爷比美国的爸爸更高一阶。好，就是这种感觉。那现在《纽约时报》还说川普最近多次暗示单凭空袭已经不足以消弭威胁，那希望是派遣地面特种部队进入到伊朗的核设施的废墟，然后把这个核原料回收或是现地销毁。但是军事专家说这个危险程度比2011年击杀宾拉登的任务还要高，因为一旦失误的话，第一放射性的物质大规模的会外泄，那就会变成一个风险最高的军事赌博。好，那戈大教授确实有示警说，好像快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来听一下。We have a war with the great danger and complexity, and we have a president that is, in my view, mentally unhinged. We are probably in the early days of World War III, and the question will be whether it is contained, but we're already in a global war. 好，讲川普好像濒临了精神失常这样会被川普骂吧好，我们先问将军，因为很多战事的要请您分析。我认为这个伊朗他会继续炸剩下的这4套关通系统，因为已经炸了4套了。因为关通系统绝对是伊朗首要攻击的目标。那而且这个关通系统目标太大，没有办法逆中，你没办法搬着跑，也没办法机动，就固定在那个地方。那你固定那个地方，只要有北斗定位系统，一定位就打到了。那用无人机也好，或用巡弋飞弹，或用弹道飞弹，这3个都可以选了。那这样选的话，这个筹码多，那又被打掉很难去修复，在短时间。因为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铺路爪，一个长程雷达，它大概2000个小雷达，所以要相位阵列，排得整整齐齐，看得非常远。那这个远程预警系统被打掉之后，
那个美国也好或以色列也好，它的预警能力马上降低，那它的预警的时间也就非常短暂。那这样的话，将来它要去做反导系统的这种能力的发挥就会受挫。所以我认为它下个目标就是剩下的残存的长程雷达，这是伊朗所要攻击的目标。你看他们要怎么样去防护，而且附近的这些我们讲的反导系统都要赶快向前推展，要不然很容易被伊朗再继续的摧毁。另外就是说，对那个伊朗所提炼出来60%的大概450公斤的浓缩铀，那怎么样去把它夺取，或者是把它破坏，或者把它回收？我认为这困难度非常高。对，因为它是在山洞里面，伊朗它会炸山，它会在地底下。对，在地底下一炸山之后，你怎么进去？第二个，它有机关，它可以布机关，你这个特战进去中了机关怎么办？第三个，它用鬼雷，你鬼雷一触动，整个炸掉，你人还出不来嘞，怎么办？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让这个伊朗有时间去做布设鬼雷、布设机关、布设炸山，那一炸在里面，因为它都不是在我们讲露天或者在地面上，全部在山洞里面，而且它是分散，它不是在这个伊斯法罕只是一部分，在其他的地方，而且是在这个伊斯法罕在德黑兰的南边大概450公里，它还在东边，那你这个纵深太大，特战部队可以进去特攻。但是问题是如何达阵，达完这个目标破坏之后，如何撤出？这个困难多，达成目标就这个困难，因为他把山给你炸掉，洞口你根本进不去。反正那你要耗，那后面的这个伊朗的国防军或者是他的革命卫队就上来了。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的就是讲的油田被炸，我认为这样子会造成以色列跟美国这方面重大的压力。因为既然被炸，液化天然气也要被炸，这不管是阿联酋、巴林、卡达、科威特，还有包括伊拉克，这些被炸的时候，那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就没有了，因为油已经没有了。你现在油田都着火，都已经被炸，那个设施没办法再抽油了，那你苏伊士运河还要吗？它的战略价值的重要性会稍微下降。但是当务之急不是打通我们所讲到的波斯湾的这一个。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赫姆斯海峡，我认为倒不是，而是要先去保护这些油田，这些油田的反导性能要布置在那个地方，因为油田还有炼油厂，还有液化天然气的加工厂，绝对是伊朗攻击的目标。那你如果这个没有守住，那你去守住这荷姆斯海峡，这个都被破坏了，你荷姆斯海峡的战略重要性就相对降低了嘛。大家是要轻重缓急，因为油的重要才有荷姆斯海峡的重要。那你保护了荷姆斯海峡的畅通，但是你没有油，没有天然气了，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所以我认为美国跟以色列要现在调整战略目标的优序，要做调整，才可以面对长期的伊朗战争。好，所以刚刚将军说到，如果真的是做了这个把这个地面部队派遣进去，根本就是自杀式的行动哦。邱毅委员。要动地面部队去消灭伊朗的核设施，根本叫痴人说梦，它是完全不可行的。伊朗的整个地形结构跟委内瑞拉是完全不一样。你今天派一个特种部队进到了伊朗的内部去消灭它的核设施，你打了以后你怎么退出来？还有核辐射的外泄，它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遗症。刚才将军讲得很对，现在就双方要有个约束，不要再攻击油田跟气田，不要再攻击能源设施，因为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那就是能源危机爆发。能源危机爆发，下一个就是 AI 的资产泡沫破裂，在下面就是国际金融危机，那比第3次世界大战还可怕。现在已经大家罗杰斯预测嘛，它已经比2008年的次贷风暴、雷曼兄弟的金融海啸还要来得更加的严重。所以现在在川普旁边的核心幕僚，包含跟他最亲的白宫幕僚长苏珊威尔斯，另外刚才提到的这一个反恐中心的主任，
还有最近也谈了很多的 AI 的沙皇沙克曼，他们其实都已经想方设法的劝川普见好就收，这个仗不能再打了。但是我说过了，现在最麻烦的人不是川普，最麻烦的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塔雅胡。川普现在根本管不了纳塔雅胡，现在纳塔雅胡很多的斩首行动，很多的轰炸行动，根本没有透过川普的同意他就干了，所以才会使整个战争进入了失控的状态吧。刚才我讲的荷姆兹海峡的忧虑，在沙特阿拉伯半岛的东面就是波斯湾、荷姆兹海峡到阿曼湾，而它的西面是什么？刚才将军说的苏伊士运河、红海到曼德海峡，记住这个字眼。曼德海峡下面是亚丁湾，最后两边都在印度洋，然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到西太平洋。现在胡塞武装开始动了，是，现在也准备把曼德海峡也把它给封锁了。如果东面封锁了荷姆兹海峡，西面也封锁了曼德海峡，那真的我都不知道石油危机要爆发到什么阶段了。而且不是只有石油危机，很多来自中东的重要的工业原料跟物资现在也运不出来。对，还有很多像肥料也是一样。好，何谦老师怎么看？对，所以之所以说这个目前走到一个重大的升级啊，是因为前一阶段大家互相打是军事目标为主，然后再兼及一些港口跟机场这些军民两用的交通设施啊。但是这一次开始去打油气设施，那其实就是动到所有中东国家的命根子，伊朗有，然后这个大家其他的海湾六国也都有。那我们如果这个事情不能踩刹车，要互相毁灭或互相伤害到什么程度呢？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川普今天早上，我们的时间今天早上他就很急的出来说，以色列打这个事情，美国完全不知道，不是我授权的。然后他还帮卡达抱屈，说卡达也不知道，所以伊朗打卡达是不合理的。然后他就警告伊朗说，如果你再打卡达，我要把你的整个南帕尔斯油田都打掉。那南帕尔斯其实是伊朗整个油气结构当中这个皇冠上的一个明珠啊。这个南帕尔斯油田加上它跟卡达的这个 Northstorm 油田其实连在一起的，那这一块大概就占全球的 LNG 这个天然气的这个20%左右的一个储量，所以是非常非常昂贵，而且交通区位也特别好。那现在伊朗要报复啊，我们刚刚看到有一张地图说，伊朗就列出了几个他要报复的这个打击的点。那其中有一个呢，在左下角这个萨姆雷夫的炼油厂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看到萨姆雷夫旁边有一个城市叫盐布，是一个重要的港口。那沙特过这几天啊就非常风光，就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霍尔姆兹海峡被封住了嘛，所以沙特前几年苦心营购的一条东西向的陆上的运油管道，就忽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过去霍尔姆兹海峡大概一天运出的油大概是2000万桶，那沙特把这个东西向的这个运油管道启用之后，大概可以补大概500万桶的一个当量，然后就从盐布港出口。所以现在好多的油轮都改道啊，它就不走霍尔姆兹海峡，它从苏伊士运河，然后到盐布港，然后再走这个曼德海峡，从红海出来，然后到东方来啊，到我们亚洲来。那刚刚邱毅委员说了，有可能如果下一步弄不好的话，这个胡塞武装也会去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做一些骚扰或打击。可能这个胡塞武装它作为一个民兵组织啊，这个叛乱团体，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封锁，但是曼德海峡也不宽，也就最宽处，也就最窄处也就30多公里，所以要进行一些骚扰跟扰动还是做得到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接下来也带大家来看哦。其实现在《华盛顿邮报》有报道说，华盛顿有一处的军事基地上空哦，有出现不明的无人机。好，那当然，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跟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哦，都在这个基地来居住哦，所以当然引发了蛮多的讨论。好，那我们还是再看回哦，这个美伊之间哦，因为现在看到的是开战以来的首次哦，也就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美发店遭到伊朗飞弹砸中。好，那这是巴勒斯坦当局说啊，在18号的晚间，我们有画面出来了，至少3名巴勒斯坦妇女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一间美发店啊，遭到飞弹的碎片击中死亡。那现场是12人，至少是受伤的，有1人命危。那这是以美联手向伊朗开战以来第一次有巴勒斯坦人受伤。好，但是以色列的军方马上跳出来说啊，这一次击中美发店的就是伊朗的集束弹。好，但是巴勒斯坦他们自己民防部门却说，其实击中美发店的是一枚以色列的拦截飞弹呐，想要先栽赃别人，结果殊不知是早就是自己的问题。好，那当然，以色列战争爆发以来，已经超过有20艘的船只遭遇到攻击。好，那现在我们看到 CNN 也引述了伊朗的消息人士说啊，德黑兰其实在跟8个非中东国家展开谈判，他们希望是用人民币来进行交易，然后交易的就是原油的船舶安全通过荷姆兹海峡。那这项的安排目前还在协商阶段，伊朗也还没有公布涉及国家的名单，也还没有正式的对外来进行拍板。好，那美国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川普啊，他常常发文嘛，所以他的发文我们也会拿来当做这个讨论参考一下，他到底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哈？他说啊，我想知道，如果我们消灭伊朗的恐怖主义政权，并让他使用他的国家所谓的海峡，会发生什么？好，那会让我们一些反应迟钝的盟友迅速行动。他说，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了能源出口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已经大幅降低。他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在那边有的是石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川普现在一定 keep 普因为盟友都不帮他也都无视于他说要派舰的这个需求。那川普现在又改口说那没有啦，盟友你们还是协助一下好，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有帮忙补充说如果荷姆兹海峡继续封闭其实对中国影响蛮大的因为中国是通过该海峡的石油最大的使用者。好，那中国大陆学者当然就是以3个理由来反驳他们说什么荷姆兹海峡的焦虑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英南他撰文他的3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提前的做好了充足的安全缓冲，有90天的消费需求的存量。好，再来中国大陆从荷姆兹海峡沿岸的石油占比是持续下降到33%左右。那所以呢，就算海峡的运输中断了，他们还可以透过其他国家来进行进口。那第3则是美国的经济承受能力跟政治约束，就会让此次的战争不会长期的升级。那美国现在也在考虑说要在中东部署数千名的士兵。那川普对伊朗的开战看起来要花很多钱那当然也说要跟国会要钱，但是美国资深官员觉得很难过关。那川普政府的金穷防御计划预算也是要上修，推升到1850亿美元呢那川普的盟友现在也警告说其实美国经济根本不足以应对伊朗的战争那当然接下来就是全球的人跟着一起被拖下水。好，一样战事的部分，我们先问将军。我认为这个美国刚开始的时候他失算，他把它定位为有限战争，那因为打4天速战速决就结束了，这个没想到这个并没有达成战略目标。是我们兵家有说，兵贵数不贵久，兵闻拙术未睹巧之久也，不能打太久。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用兵的结果。他又想到，因为美国有期中选举，就要对川普一个总验收，那他就想着说，那我就有限投入，有限投入没有办法创造决定性的战果。那现在就是目前这个状况，那怎么办呢？要收也不收，也不是；不收继续打下去也不是，变成进退维谷。所以这个变成了必须要瞻前顾后。第二个呢，他开战的理由不充分。你这个228在谈判的时候你就开战了，打了，所以变成以色列跟美国是侵略者，因为他首先开战。那伊朗呢？伊朗他是反击者，自卫反击。我被打了嘛，我这个哈米尼被这些高阶的指挥官被一锅端了嘛，那我现在要报复是这个样。所以在战争的这个正当性跟合理性，美国并没有受到联合国的授权。他已经波湾战争，联合国授权；反恐战争打阿富汗，联合国有授权，因为他被炸了嘛，那个911嘛，这很清楚。所以战争的合法性跟合理性，美国都欠缺。那所以
这些他的纠团呐，盟友包含盟友都不来，包含日本的这个德国啊，这个西班牙啦、澳大利亚啦，都不参加，包括意大利他也不参加，因为没有联合国授权，战争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所以大家也不救他只能自我安慰，那我就自己来打，然后换句话说也就会旷日费时。另外一个，他犯了一个兵家大忌的逐次投入，要先部署再开战，他没有先开战再部署。所以调动第31远征军啊，从琉球现在才刚刚通过马六甲海峡，准备进入安达曼海峡，再进入印度洋。那所以现在你应该打仗之前就要部署完毕啊！你现在已经开战了20天了，因为今天19号了，已经20天了，你现在才开始在调兵遣将，这样逐次投入是兵家大忌，没有一举奏效，战略效果就没办法达成。所以现在。我看他就比较伤脑筋了，怎么样去把这个战争持续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后勤的钝重性呢，将来还会显现出来。然后另外一个人员的压力就会展现了，因为人员大家都要互轰对方的炼油厂，还有这个石油的那个油井。你看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黑麻麻的那个浓烟，就知道了。那人员的压力势必一定要来。那怎么办？这个压力就会给以色列，这个压力也会给美国。那美国怎么去解决？现在还好，因为有可以释出战备石油。我们还有嘛，大家来用嘛。但是战备石油1个月后没有战备石油了，用完了，用罄了，你怎么办？你还是要调拨嘛。像比如说我们拿台湾来看，台湾每一天都要用80万桶的石油。你看我们台湾的所有的航空器、水面的，还有所有车的80万桶。那波斯湾每一天所出去的是1000万桶，是12个台湾用，这个影响很大的，还不包括天然气。所以你看它影响是非常大。那被管制住了，那怎么办？那油田被炸，还有这些炼油厂被毁，那有的下去了。那这个不是说这个3、2天呐就会修复的，因为完毕之后你要去修复这些油井、油田呢，没有那么快。所以有些面对的这个，它会向后迟滞，怎么去解决？那这个向后迟滞的这个压力会给美国跟以色列。那个连洗了一半呢，那美国也不能说这个时候大家拆伙啊。大家已经揪火的时候，那没有办法，所以美国钱还要继续烧。美国我判断呢，它已经烧了200亿美金，还要再继续烧下去。所以啊，这个高市长要到美国去访问啊，我看呢、美国可能要上高什么，你来乐捐一点吧，你拿个10亿、20亿美金来乐捐一点。第二个，你的爱国者飞弹目前也调拨了，韩国已经调拨，下一个就是你要调拨，我认为都会这个样。你不派兵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调拨，这个也会造成日本另外一个压力，这就是战争外溢的现象。好，邱毅委员，今天台北时间晚一点，高市跟川普在白宫叫会谈。这一场会谈对高市来说是有凶无吉，就是个鸿门宴。川普一定会提几个要求嘛。第一个，他要打通荷姆兹海峡，他要组所谓的护航联军，他的盟友都不理他，而偏偏在2战以后，扫雷最厉害的，全世界公认就是日本，所以他要日本把扫雷舰派到荷姆兹海峡，参与这一个所谓的护航联军，而且用日本作为代表，让他的盟友也愿意参与护航联军，才能打通荷姆兹海峡。这个对高市来说，他不能答应嘛。他若答应的话，就引火烧身啦。因为伊朗已经讲了，谁跟美国、以色列合伙，他就是我伊朗的敌人，他可能成为我伊朗要攻击的对象啊。那更可怕的是，大阿亚图拉都已经颁布了对川普、对纳塔亚胡的全球追杀圣战令，到时候连日本都要惹祸啊。所以日本有80%以上的人民反对啊，民意反对啊，不可以参与这个浑水啊，不要淌这个浑水啊。第二个，将军刚才讲了，他需要钱啊，打仗要钱啊，所以现在催着日本去买美国的外债。日本已经是美国外债拥有国家的全世界第1名了。日本自己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经250%了，你还要叫日本再去买美国的债？
然后催着日本说，你答应美国要投资5500亿美元，现在只编了300多亿，建个核电厂不够，赶快钱丢进来。另外，把日本的爱国者导弹、F-35的战机、陆战队，还有它的尼泊里号2栖攻击舰都往中东调，你不把高市吓死才怪呀！所以高市今天到底怎么决定？也影响到荷姆兹海峡，它到底能不能打通？那如果说高市不同意，坚决不同意，那荷姆兹海峡打不通，那这时候我认为川普应该要想办法跟伊朗要进行停战的谈判的啦。好，不过我觉得跟美国当朋友还蛮可怜的齁，何谦老师。是，特别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啊，这个巴勒斯坦，我们看到它这个导弹的碎片击中了民居，击中了一个美发店，那我们就想到，大家其实在讲台湾之琼，台湾这个或者台湾之盾，对，台湾之盾，然后这个铁以色列的铁穹，美国的金穹，大家很喜欢算拦截率，但他没有想到拦截率之后，这个拦截的弹它确实会 intercept， 但是呢，它不管打拦截完之后那个碎片跟破片怎么样，你如果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你还是会碎片破片，还是会伤及普通人，它的发动机掉下来还是会砸到人、砸到车。那我想这都是战争的代价跟成本啊，战争是活生生的，每一个人都会可能暴露在风险当中，而不只是一个我们说有90%的拦截率，我们就可以很开心，就感觉这个完全没有事，当做没有事一样。我想这是一个很鲜明的教训。那究竟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么一封，大陆的能源安全跟能源韧性怎么样呢？我想这个刚刚主持人也介绍，那我去查了一下，有专家认为说，大陆对于这个霍姆兹海峡的态势呢是敏感，但是并不脆弱。因为中国大陆它这个日常的用能啊，其实54%还是煤炭，还是烧这个火电，54%是大宗，然后剩下的27%大概是油气。所以油气当然它这个大部分是进口，将近70%是进口，但是油气整个盘子呢只占整个能源消耗27%，剩下还有大概20%左右呢是大陆的现在的绿能，就是非这个传统石化能源的发电，包括这个风光电，还有这个水利能源，这个大概是占了20%左右。所以其实再加上过去这个20-30年来大陆一直在努力的去多元化它的这个能源的进口管道，所以从国土的东北方向有占最大头的中俄的这个能源的管道，然后西北方向呢是连接中亚国家，主要是哈萨克斯坦，然后还有跟乌兹别克、跟土库曼都有很丰实的这个很扎实的油气的合作。西南方向呢是通过云南，然后连接到缅甸，从缅甸西南部的这个皎漂港建了一条中缅油气管道，现在大概投用也已经10年了。然后另外当然还有海上的管道，海上管道不只是中东啊，它其他买油的对象包括美国啊，美国也要求大陆买很多的这个石油天然气。然后呢，加拿大、巴西哥伦比亚，大概这个都是大陆从这个海上采购能源的这个来源之一。